to me, honestly. I'm here. I'm here. Talk to me. I'm here. 艰难的3年已经过去，终于可以像以前那样说走就走。今年春节我打算骑车去云南，一个人太没意思，所以叫上了我的表弟。2023年1月16日，我们起得很早，凌晨4点就从重庆出发了。天气并不好，下着雨，非常冷。更难受的是，在刚行驶了150公里进入贵州境内的时候，表弟的油门线就断了。好在离最近的下道口只有几百米，表弟用手拉着油门线，艰难地骑下了高速。简单处理后，又准备出发了。此时天已经亮了很久了。贵州的天气真的很差，一整个阴雨朦胧的感觉。不过我们的计划安排得比较轻松，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到达了安顺。第二天早上，准备出发去昆明。云贵川渝4个省市里面，重庆和四川是不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。贵州这边能上高速，真的很舒服。跑过长途的摩友肯定都知道，高速真的比国道安全太多了。天气真的太冷，于是我们找了个服务区暂时休息。在骑行服外面再套了一件雨衣，腿上也贴了暖宝宝。休整完成后，继续出发。在行驶一段距离后，路两边开始变成白茫茫的一片。我的风挡也开始慢慢变得模糊。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候，才发现风挡和大灯上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。再次出发一段距离后，风挡上的冰开始融化，也隐约看到了太阳的影子。继续往前，已经是阳光明媚的样子，气温也上升了8度左右。随着我们离昆明越来越近，温度也上升到了15度。由于我们之前穿得太厚，热得不行，所以找了个服务区，脱下了厚衣服，同时换上了夏季手套。轻装上阵，继续赶路。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云南高速，又宽又直，风景又美。到达昆明北收费站，昆明的红绿灯有点奇怪，红灯倒计时结束后并不是绿灯，还有另外几秒倒计时，我们差点就闯红灯了，哈哈。
到达酒店，今日赶路完毕。第3天，昆明出发前往大理。不用交钱，不用嘎。摩托车跑高速免费的。哦，免费那个的。对，一般的150就可以跑那个的。150啊。嗯。150也可以跑，但是跑不快，但是不建议那么小的车跑。对。对了。云南高速跑着确实很舒服，路上几乎没有测速的摄像头，进入隧道也不需要减速，隧道里面还能变道。在接近大理的时候，路上的横风突然变得大了起来，路边也能看到不少提示注意横风的警示牌。我们的车子被吹得左右摇晃，只好降低了速度，就当看看风景吧。离大理越来越近，路也变成了弯曲的2车道，会有一种高速压弯的感觉。到达大理收费站，这座背靠苍山的城市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我们的酒店在山上，在酒店放下行李，准备出门转转。去看了网上比较火的苍耳大道，这条路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海边，可惜 GoPro 拍不出那种纵深的感觉。在大理古城看到了丁达尔效应，于是拿出相机咔咔一顿拍。后来又去了洱海边，可惜错过了夕阳。晚上去吃了野生菌火锅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咸。第4天，环洱海。这个路区好爽啊！这个路区。在行程过半的时候，表弟发现他的后轮被扎了钉子，好在工具齐全，没一会儿就补好了胎。
第5天，大理出发前往丽江。大理距丽江150公里左右，高速全是各种弯道，跑起来很刺激。到达丽江，在市区就能看到远处的玉龙雪山，非常美。放下行李后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玉龙雪山的方向出发。行驶在空旷的马路上，我们的旁边就是玉龙雪山。第6天，大年30，丽江出发前往香格里拉。没想到在快到高速入口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一辆汽车在路口违规右转，我躲闪不及，撞了上去。人生第1次坐上了救护车。在医院检查后发现肋骨和胸椎骨折，我们的行程不得不在此终止。我也在医院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。